午夜11點半，我獨自在家點了一份外賣。導航顯示騎手距離我0米時，騎手給我撥了個電話。可我接通後，那頭卻一句話都沒說，安靜得瘆人。我不耐煩地掛掉電話，騎手卻在這時私信我：不好意思，我是聾啞人，給您打電話是為了第一時間通知您取餐，沒法在電話裡說明情況，實在抱歉。您等急了吧？外賣我已經放門口了，請盡快取餐。我剛準備去開門，眼前忽然飄過幾行彈幕：千萬不要開門啊！門外那個根本不是什麼外賣員，是殺人犯啊！他給你打電話是為了通過電話裡的聲音確認你是不是獨居女性啊！真服了，每次驚悚文的主角都這麼沒腦子。這個外賣員明顯就有問題，還要去開門。因為我被突然冒出的彈幕嚇了一跳，想要去開門的手猛地一抖，瞬間縮了回來。這是什麼東西？什麼殺人犯？什麼驚悚文主角？這是在說我嗎？雖然我向來不信這些怪力亂神，可眼前這些字卻真真切切地浮在我面前，我的心猛地一沉，來不及多想，只抓住了彈幕裡的關鍵信息。此刻我的门外正站着一個隨時能要了我命的殺人犯，我警惕地貼在門前，屏住呼吸，透過貓眼向外望去，可外面的樓道裡空空蕩蕩，一個人影也沒有。我死死盯着猫眼外的楼道，很快发現了不对勁的地方。我們小區樓道裝的都是自動感應燈，只要樓道裡有人，燈就會一直亮着。而從我家的位置剛好能看清整條樓道，此刻樓道裡明明沒人，感應燈卻遲遲亮着不滅，這就說明樓道裡藏了人，而這人恰好在我的視野盲區。我突然想到了什麼，立刻關掉屋裡的燈，而後低頭看向大門底端的門縫。屋裡的燈熄滅後，原本門外的光會立刻透過門縫照進家裡，可現在大門正中間的門縫卻被一團黑影嚴嚴實實地擋着，只有兩側透了幾絲微弱的光進來。外面真的藏着人，他此刻正縮着身子蹲在我家門口，只有這個位置是貓眼的視線死角。就在這時，我的手機突然亮了，是外賣骑手又發来一條信息：你怎麼還不取餐？是不是有什麼問題？我可以幫你。隔着门縫看着那團蠕動的黑影，我仿佛聽到了外面那個男人的呼吸聲。此刻我更加確信剛才那些彈幕的真實性，確信我家門口確實藏了一個圖謀不軌的人。我果斷地退離門口，快速返回屋中，將所有門窗全部鎖死，而後掏出手機就準備報警。與此同時，又有一大片彈幕在我眼前飄過，這女主開始長腦子了，居然沒去開門，還知道關房間的燈來看門外殺人犯的影子，好聰明啊！但是女主作為第一個被殺害的受害者，如果她這時沒開門，那後面的劇情就沒法繼續了。是啊，女主被害死後，男主傷心欲絕，才有了之後男主驚悚斷案的劇情啊！看到這些浮動的字後，我心裡猛地一顫，突然有種不好的預感。果不其然，我手機上的報警電話還沒撥出去，大門那兒傳來一聲冷笑，那是一個陌生男人的聲音，而後又傳來幾聲輕微的摩擦聲，像是有人在輕輕挪動身體。我緊張地握緊拳頭，還沒來得及反應，下一秒，一把巨大的電動伐木锯瞬間穿透了房门。那電動伐木锯輕易地穿透房門，锯齒瘋狂旋轉着，發出令人膽寒的聲響。男人的身影逐漸清晰起來，他戴着黑色口罩和帽子，我怎麼都看不清他的臉，可我能感覺到他在死死地盯着我。我驚恐地往後退去，卻發現自己已經退無可退。他一言不發，只直直地看着我，而後猛地一用力，房門被徹底鋸開。我絕望地舉起雙手，試圖做最後的抵抗。我和你有什麼仇嗎？至少讓我死個明白。可男人卻依舊不說話，他緩緩舉起伐木锯，锯齒在燈光下閃爍着寒光。他用力一揮，我只觉一陣劇痛，眼前瞬間被鮮血染紅，我的身體被鋸成两半，痛苦如同潮水般將我淹沒。在徹底失去意識之前，我又看到了那一串一串飄出的彈幕。我就說嘛，這女主就算不開門也得死，劇情已經設定了，她就是第一個死的受害者，逃不掉了。唉，好可憐啊，她已經很聰明了，可還是難逃一死。行了，楼上別哭屏了，憋屈的部分已經結束了，接下來可以看男主斷案復仇的爽文了。再睜眼，周圍的血腥味和身上剧烈的疼痛感已然消失，我發現自己竟完好无损的又站在了家门前，手正要伸向门把手開門，眼前的一排排彈幕又彈了出來。千萬不要開門啊！門外那個根本不是什麼外賣員，是殺人犯啊！他給你打電話是為了通過電話裡的聲音確認你是不是獨居女性啊！真服了，每次驚悚文的主角都這麼沒腦子。這個外賣員明顯就有問題，還要去開門。我迅速收回要開門的手，捂着胸口大口喘氣。我這是重生了。上一世那個將我劈成两半的人，此刻就蹲在我門口虎視眈眈。没時間了，他手上有電鋸，只要破了門，那我根本沒時間也沒機會能逃。我火速往屋裡跑，在幾扇門前掃視幾眼後，果斷衝向衛生間。衛生間是離樓道窗戶最近的一個房間，只有爬出衛生間的窗戶，我才有逃出去的希望。我跑進去後，一邊將衛生間的門反鎖加固，一邊快速地理了理思路。從那些突然出現的奇怪彈幕裡，
我很快理出，我所生活的這個世界是一本恐怖驚悚小說裡的世界，而這本驚悚小說是圍繞屋外的這個兇手和一個高智商少年展開的故事。彈幕說這個故事以我的死為開端，因為我是男主很重要的人，我死後男主傷心欲絕，才捲入了這場紛爭，與兇手鬥智鬥勇。可我連男朋友都沒有，這個所謂的男主到底是誰？我打開衛生間的窗戶，望着底下10層樓的高度，腦中一陣眩暈。手機也在這時發來了外賣員的消息：你怎麼還不取餐？是不是有什麼問題？我可以幫你。和上一世一模一樣。我知道那個殺人犯馬上就要進來了，我不再猶豫，抬腳就往窗外爬。眼前的彈幕又開始滾動起來。我去，這女主牛逼啊！雖然出場時間不多，但是也很猛啊，直接爬窗了。可惜這又有什麼用呢？這女主在第1集肯定是要死的，不然後面劇情沒法繼續啊。但這女主確實還不錯，長得漂亮，還有勇有謀，不愧是男主喜歡的女人。只是可惜红顏薄命了。是啊，她就算逃出房间也沒用，樓下出入的大門都已經被杀人犯鎖死了。這是什麼意思？什麼叫我在第1集肯定要死？難道我今天無論如何都逃不掉嗎？還有這男主到底是誰？彈幕中這麼多人在說男主，怎麼也沒見有人提名字。我手腳並用，順着消防栓往邊上爬。等我爬上樓道窗戶的那一刻，砰！隔壁傳來巨大的一聲電鋸锯穿大門的聲音。殺人犯已經進我家了，我不敢有絲毫停留，迅速翻進樓道窗戶，在電梯和樓梯間掃視幾眼後，我火速衝進電梯，按下1樓，而後跑出電梯，選擇朝着樓梯下方衝去。電梯雖然快，可1樓的大門已經被鎖死，快並沒有用。但樓道昏暗雜亂，是個藏匿的好地方，而將電梯所有樓層按滿，剛好可以等電梯下行時，給殺人犯制造我在電梯裡的假象。我一邊跑一邊思考對策。如果這個世界是圍繞着殺人犯和高智商男主的鬥智鬥勇展開寫的，並且最終的獲勝者是男主，那麼說明男主的能力和智慧是高於殺人犯的，所以他注定能鬥贏殺人犯。可殺人犯作為這個世界的第1反派，他的能力設定僅次於男主，而我一個用來鋪墊劇情的假女主，就算我做的再多，也基本不可能抵抗劇情和人設的力量，在他手下逃脫。所以上一世即使我沒有再開門，也還是同樣的結局。那麼這一世也一樣，無論我能躲到哪裡，那個殺人犯一定還會再找到我。我唯一能做的就是拖延時間，找到男主，讓男主提前入局，用男主的角色力量去和他拉扯，我才有一线生机。可這個男主到底是誰呢？我來到下一層樓，正準備繼續往下跑時，聽到樓上電梯門叮的關門聲，殺人犯中招了。他以為我進電梯跑去了1樓，已經乘了另一部電梯下去追我了。可我知道這拖不了多長時間，他很快就能發現自己被耍了。我一邊往下跑，一邊尋找藏匿點，最後躲在了7樓楼梯間的雜物堆裡。這雜物堆堆滿了清潔阿姨留下的穢物，到處是黏糊糊的腥臭液體。可正是如此，這才成了眼下最佳的藏匿點。沒過多久，樓道裡傳來一陣急促又沉重的腳步聲，是殺人犯追來了。腳步聲越來越近，我屏着氣不敢呼吸。媽呀，看得我好緊張啊！女主馬上就要被發現了，好可憐啊！要是現在男主在就好了，他肯定能保護女主。不敢看啊，太殘忍。我還是等後期男主出現爽文部分開始，我再來吧。男主現在還在家裡睡大覺呢，雖然和女主住同一幢樓，可女主和他現在根本不熟，怎麼可能去和他求救呢？要是女主給男主發一條微信就好了。男主这個戀愛腦可是給他設置了特別提示音的，肯定能救他。我抓住了彈幕裡的關鍵信息，男主和我住同一幢樓，還有我的微信好友。與此同時，腳步聲停在了我面前，我躲在雜物堆裡，透過縫隙看着外面那團人影，心顫得厲害。好在他只是停了一會兒，很快就接着往樓下跑了。天哪，這個女主也很聰明啊，躲在一團這麼惡心的髒物中間，殺人犯肯定想不到一個香香乾淨的女生會躲在這裡面。越來越捨不得女主死了。我沒空再管彈幕在說什麼，火速打開手機查看微信列表裡符合男主特徵的人選。我微信列表的人數很少，只篩查了一會兒，便找出了唯二2個符合男主特徵的人，一個是我的同班同學江晨，另一個是小區裡清潔工王大爺的孫子陸燕青。我愣了愣，這2個人我都不熟，但我很快編輯了求救信息，群發給了這2人。按照彈幕說的，男主給我設置了特別提示音，那最快回消息的那個便是男主。很快手機震動了一下，是江晨發来的，你躲在原地，現在千萬不要亂動，我馬上來找你。可下一秒陸燕青也發來了消息，快離開現在待的位置，那個人是高智商玩家，你那裡已經不安全了，快跑！他們幾乎是同時給我回了消息，可2個人的消息卻給了我完全相反的方向，到底哪個是男主？我抬起頭想看彈幕的提示，可此刻我眼前空白一片，什麼也沒有。就在我猶豫不決的時候，樓道裡又傳來一陣急促的腳步聲，是江晨來找我了。不對，
江晨住在這幢樓的頂層，而這個腳步聲明顯是從樓下傳來的，是那個殺人犯，他又回來了。腳步聲越來越近，我的心臟在胸腔裡狂跳不止。江晨和陸燕青這兩人我都不熟，根本沒法判斷到底哪個才是那个高智商的男主。就在這時，彈幕又滾動了起來。哇，女主向男主求救了，她怎麼還同時求救了2個人？另一個人是誰？女主有救了，我們的大男主馬上要來了，要提前看到男主那張帥臉了嗎？男帥女美，我科，我又抓住了關鍵信息，帥。我仔細回憶了一下，江晨那張臉確實長得很精緻。我記得大一剛進學校，他還被評為了校草。而陸燕青，他長大後我壓根沒見過他，但他爺爺清潔工王大爺那長相，估計陸燕青也好不到哪兒去。那麼男主就一定是江晨。我選擇相信了江晨，果斷地躲在原地。樓道裡的腳步聲很快停在我面前時，我整顆心都緊緊地揪在一起。沈清慈，是你在裡面嗎？是江晨。我揭開擋在身上的腥臭雜物，正好對上了面前的那張帥臉。江晨喘着粗氣，手裡還提着一大袋東西，看樣子剛從外面回來。難怪江晨明明住在頂樓，剛剛的腳步聲卻是從樓下傳來的。不好意思啊，沈清慈，我剛在外面吃了夜宵，我沒來遲吧？江晨的話還沒說完，我突然感覺到了一絲不對勁。很快我就想起不對勁的地方在哪兒。彈幕裡之前說的是，男主雖然和我住在同一幢樓，可案發時男主正在家裡睡覺，但江晨卻是從外面回來的。一股寒意自腳底直竄腦門，噠，忽地一陣有規律卻極緩的腳步聲從江晨身後傳來。我顫抖着抬眼望去，那個人已經停在了江晨身後，他依舊戴着黑口罩黑帽子，手中的電鋸在昏暗的燈光下閃爍着寒光。他沒有絲毫猶豫，猛地舉起凶器朝着江晨砍去。江晨甚至來不及反應，就已經倒在了血泊之中。殺人犯緩緩地轉過頭看向我，下一秒我只覺一陣劇痛襲來，眼前的世界逐漸變得模糊。那些彈幕又出現了，女主居然不是第一個受害者了。這個小哥哥是誰啊？長得也好帥啊，怎麼剛出現這麼一會兒就領盒飯了？真可惜。樓上的瞎說，那是因為男主沒出現好吧？男主才是本文中最帥的。不過女主不是已經向男主求救了嗎？怎麼還是死了？再醒來，我又回到了家門口，手依舊正要去開那扇門。千萬不要開門啊，門外那個根本不是什麼外賣員，是殺人犯啊。他給你打電話是為了通過電話裡的聲音確認你是不是獨居女性啊。這一次我很平靜地掠過那些和上輩子一模一樣的彈幕，一邊順着老路從衛生間窗戶爬去樓道，一邊給陸燕青發去了求救消息。他和上一世一樣，很快就回了消息。沈清慈，你聽我說，趁着他還沒發現，你現在馬上跑進電梯，將10樓以下所有樓層的鍵全部按滿，然後在5樓下，5樓的502住戶住的是一名退休武警，你去敲門說清緣由，他不會不收留你。看了他的消息，我稍稍愣了愣神，我終於明白為什麼這個人會是這個世界的男主了。而彈幕此刻全都開始冒着粉紅泡泡。我靠，我沒看錯吧？女主直接向男主求救了，男主這家伙興奮死了吧？這是女神第一次主動和他說話。懸疑文要變言情了嗎？無語，不看了。我算準時間爬出樓道後，另一邊殺人犯也剛好用電鋸鋸開我家房門。我以最快的速度衝進電梯，按男主說的那樣按下了10樓以下的所有樓層鍵。該說不說，這個男主確實很聰明。一幢樓有2部電梯，我進了電梯後，殺人犯發現家裡沒人，肯定會追出來，也必定會通過電梯外的顯示器來判斷我的位置。我住在10樓，進了電梯後按滿10樓以下的所有鍵，最後從5樓出來。就算殺人犯在上面觀察，也只能看到電梯分別在1到9樓間停過，看不出我究竟在哪一層下的。而5樓剛好到10樓和1樓的距離相等，無論殺人犯從9樓開始排查，還是1樓開始排查，都需要一定的時間才能排查到5樓。更讓人驚訝的是，男主想出這個辦法，只花了回我消息的2秒鐘時間。我又努力回憶了一下這個男主的模樣，發現腦中第一個浮現的還是他小時候在小區裡揪我辮子時的樣子，滿臉髒兮兮，還冒着鼻涕泡，怎麼也和彈幕中描述的那個帥氣高智的少年聯繫不起來。我很快下了電梯，來到5樓，找到了502住戶。也許是神經太過緊張，敲門時我警惕地觀察着四周，沒敢敲得太大聲，可門還是很快被打開。一位面容堅毅的退休武警出現在我面前。我一邊感嘆退休武警對聲音還能有這麼強的敏感度，一邊趕忙和他說明情況。老武警立刻讓我進屋，並警惕地關上了門。陸燕青告訴我，他已經報了警，現在正在趕往502的路上。其實前2次我都想過報警，但時間太過緊迫，根本沒給我機會。再者是，我已經意識到這個世界是個小說世界，還是個圍繞男主為中心的小說世界。報警還沒有蹭男主光環來的有用，但是這個警由男主來報，那就不一樣了。就在我終於要鬆下一口氣時，忽地聽到大門被輕輕敲了2下。你好，外賣。我心中一驚，猛地抬頭，剛想要制止，卻蓦地發現老武警不知何時已經站在了門口，手正搭在了門把手上，一邊開門一邊嘴裡念念有詞。我怎麼不記得我點過外賣？我急得脫口而出，
可還是晚了。門被打開的那一瞬間，殺人犯舉起電鋸就衝了進來。武警雖然迅速做出反應，與殺人犯展開搏鬥，但終究因為年紀大了，漸漸處於下風。我驚恐地四處尋找可以防身的東西，卻一無所獲。很快，武警倒在了血泊之中。殺人犯轉頭看向我，我絕望地閉上了眼睛。下一秒，劇痛襲來，我的意識逐漸模糊，彈幕又開始像雪花一般成片成片地湧進來。嗚嗚嗚，女主死了。男主趕到的時候，剛好看見女主的屍體，這太虐了，前半部分都太憋屈了。終於要到男主反殺的部分了，女主好可憐啊，她已經那麼努力的想要活下去了，結果還是死了。再次重生後，我依舊第一時間聯繫了陸燕青，但是這一次，我明確和他提出，是否可以直接躲進他家，然後再報警等待救援。從前幾次失敗中，我基本已經理清了思路，在這個世界中，除了男主，只要摻和進這件事的人都必死無疑。並且這個世界上的所有人都會為了讓劇情正常發展而強行降智。我選擇直接和男主人肉綁定，既然要蹭男主光環，就直接蹭到底。陸燕青最開始還是提議讓我在5樓下電梯，他很快就會來5樓找我，因為陸燕青就住在11樓，離10樓太近了，所以一定會比去5樓危險得多。我很果斷地告訴他，不管最後是去5樓還是1樓，反正現在全程都要和你捆綁在一起，你去哪兒我就去哪兒。可能是我經歷過幾輪生死，說話也着急了不少。我這話一出，對面沉默了好一會兒，才回了一句好的。可彈幕卻在這時炸了。我靠，這女主這時候不是和男主不熟嗎？怎麼說話這麼直白啊？哈哈哈哈！男主在屏幕背後臉都紅透了吧，有點好磕。我怎麼感覺女主跟有上帝視角似的，好像提前知道男主能救她，所以才突然這樣。我才會在男主家門口站着時，心裡還抱着一絲期待。我也想看看一個能成為整本書男主的人到底長什麼樣子。可門打開的一瞬間，我卻徹底愣在了原地。我還是確認了一遍，你是陸燕青嗎？男人警惕地往四周看了一眼，然後迅速把我拉回房中。先进來說話。直到門在我身後被關上，我還是久久沒有回過神來。眼前的這個男人別說是帥哥了，就連普通長相都算不上。黝黑的皮膚，肥碩的身體，一張油膩的大臉上裝着2顆綠豆眼，說話的時候嘴裡飄出濃濃的一股味道。我徹底傻眼了。此時彈幕上飄出的內容讓我再次懷疑這個世界的真實性。啊，男主出來了，好帥啊，太帥了吧，我要愛上了，不愧是本文又帥又高质的男主角。姐妹們，我說一句脸蛋天才不为过吧。救命，誰能想到这麼一個大帥哥，還是一個高智商能破案的天才呢？和女主好配啊，男帥女美，我真的更……可我在被陸燕青拉着路過他家客廳的全身鏡時，將鏡中倒映出的人看得一清二楚。我還是原來的那個我，是我每天起床在家裡鏡子前看到的那個樣子，身材苗條，皮膚白皙。而陸燕青也和我現實中看到的他別無二樣。看着彈幕上不斷冒出的粉色花痴泡泡，我幾乎崩塌了世界觀。身旁這個男人身上的異味重得我很難不克制住表情，才能站在他身邊。可一想到他是這個世界的男主，男人坐在我面前。我已經報過警了，最近的派出所到這兒大概有20分鐘的距離，在這段時間裡我會保護你的安全。剛剛你上來已經耽誤了一些時間，再想逃出去找一個更安全的地方已經不現實了。現在我們能做的就是好好躲在這兒。等一會兒我會切斷家裡所有的電源，制造一個家裡沒人的假象。我家的地板下有一個我做實驗用的小空間，等會兒你就躲在裡面，聽到什麼也不要出來。我點了點頭，心裡安心了不少。男主雖然和他本該英俊的人設不符，我想起之前好像偶然聽說過，這個清潔工王大爺的獨孫是在一個理工大學讀書，不過我能了解到的也僅有此了。我等了很久，外面幾乎一點聲音也沒有，可我的心還是緊緊地揪着，不敢鬆懈下來。我緊張地在這個小空間裡亂走，走着走着，卻忽地發現了一個藏在陰暗中的小牆角，牆角上貼滿了照片，這些照片都是我不同時候的我，有些照片甚至連我自己都沒有。旁邊的紙上則是寫滿了我的個人信息和愛好：沈清慈，生日2000年6月18號，喜好跳舞和追星。我心中隱隱覺得不適，可彈幕卻突然又像瘋了一般湧了出來。我靠，男主這單戀也太瘋批了吧，好陰暗，好喜歡。我的媽呀，私藏了這麼多女主的照片，偷偷記錄女主的愛好，誰敢說這不是真愛？好感動哦，我覺得女主也要愛上男主了。你們看他那個樣子，明顯就是被感動到了。我滿臉問號，你們從哪裡看出來我被感動到了？我火速轉身離開那個牆角，撫了撫胸口，強忍着心中的不適。時間1分1秒過去，外面卻始終沒有動靜。地板被從外打開了，男主那張肥碩的臉揚起一個輕鬆的笑。沒事了，
那個人已經被警察帶走了。我猛地一驚，這就結束了？男主光環已經大到這種地步了？還是說我待在地下的這段時間，都在外面和殺人犯鬥智鬥勇，還鬥贏了？我快速從地板底下爬出来，跑到陽台，正好看到那個殺人犯被警察押进警车。黑口罩，黑帽子，確實是這個人沒錯，可這也太簡單了。男主站在我旁邊，傻咧咧地對我笑着，耳根子紅得要命。我還是很真誠地和他道了謝。等處理完一切事情後，已經天亮了。我摸着空蕩蕩的肚皮，準備先出去吃個早飯。清晨6點鐘，有陽光照在綠蔭道靠東的第一棵樹上，街道上有着零零散散的幾個行人。我在路上走着走着，突然覺得後背有點瘆得慌。下一秒，身後傳來一陣腳步聲。我一回頭，看清了來人後，心裡猛地一震。黑口罩，黑帽子，他不是已經被警察抓走了嗎？為什麼還會？可那人并沒有給我疑惑的時間，泛着寒光的斧頭狠狠地砍在我的頭上。我就說嘛，女主不死，後面的劇情根本进行不下去。唉，女主終究還是死了，就算是在那晚求助了男主也没用。眼前的光一寸一寸的消失。再次睁眼，我没有再联繫有着男主光環的他。從上一世的記憶來看，其實找他並沒有錯，至少他的男主光環讓我多活了一個晚上。可我知道，如果我想活命，我必須無時無刻和他待在一起，只要離開一步，就會被兇手反殺。我不願這樣。我站在家門前，看着門縫外那一團模糊的黑影，那個殺了我4次的人就站在門口。我皺着眉思考了幾秒，腦中突然閃過了什麼，趕緊一個電話打給了我媽。我沒有求救，只問了一個問題：我是哪年哪月哪日出生的？得到了答案之後，我就掛了電話。再次看向門外的黑影，我的心裡也終於做出了決定，豁出去了。這一次我不會再逃，我會獨自一人直面他，反擊他。我迅速衝回房間，打開櫃子翻找。幸好作為一名醫學生，我的櫃子裡常備了各種各樣亂七八糟的藥品。雖然沒有硫酸這類高危強攻擊性的藥品，可我還是如願找到一瓶高錳關鉀和伊達開塞露。我將2瓶藥品開了蓋，藏在身後，而後拿了把剪刀塞進衣服口袋中，便毅然決然地朝門口走去。彈幕也在此時突然炸裂：女主這是要幹嘛？我怎麼感覺她知道門外是殺人犯？這眼神好兇，好堅定，好刺激。我站在門前，這一次我沒有再等外面的人用電鋸破門而入，而是自己親手打開了門。我一個箭步上前，猛地將手中的高錳酸鉀與開塞露混合的液體朝外面的人身上，自己親手打開了門。我一個箭步上前，猛地將手中的高錳酸鉀與開塞露混合的液體朝外面的人身上潑去，冒出了火花，而後火勢瞬間蔓延，他整個人都被燒了起來。啊！男人發出凄厲的叫喊聲。我趁着他無暇顧及，舉起手中的電鋸到處揮舞，可惜他的眼睛已經看不見了。我只往後退了一步，而後拿着剪刀對準他的頸动脈窦的專業相背而馳的是，我冷眼看着面前的男人倒在了血泊中。彈幕此刻卻全像發瘋了一般。等等等等，我看到了什麼？本該死在第1集的女主反殺了？開玩笑的吧？就這麼一會兒，我靠，這本文乾脆改成大女主文吧，給我帥到了。可是女主動手殺了人哎！會兒，我靠，這本文乾脆改成大女主文吧，給我帥到了。可是女主動手殺了人哎，她這樣不會坐牢嗎？我輕笑一聲，坐牢？當然不會。我蹲下身，揭開了男人的帽子和口罩，男人的容貌和樣子徹底暴露在了外面，肥碩、黝黑、油膩。無論他作為邪惡歹毒的殺人犯，還是正義高致的男主陸燕青，他的臉在我這永遠都是這副醜陋肥胖的樣子，可彈幕對他的態度和上一世他作為男主出場時的態度卻是天差地別。這殺人犯也太醜了，惡心到了家人們，我先去吐会兒。誰家野豬被放出來了？從我給我媽打電話，她說出我生日的那一刻起，我便確定了，這個世界並不真實。我媽說我出生在2000年6月18號。這是我的身份證登記生日，沒錯。可我小時候因為當地戶口登記機關的事務，把我的生日登記早了1天，的生日是在6月19號。這麼多年來，就算連我自己有時候也會恍惚，可我媽是唯一一個不可能忘記我真正生日的人。可在這個以她為中心的偽世界，所有事物都是由着她的記憶創造的。我媽自然也不是真的我媽，
而不管是殺人犯還是男主，都不過是自己幻想出来的人物，原型都是他自己。而我在前几次只想过逃跑和求助，以为这真的是小說世界，想借着男主光環来逃脱这所謂必死的命運。随着地上男人咽下最后一口气，整个世界开始崩塌，眼前一道白光闪过，我失去了意識。再睁开眼，终于不再是夜晚熟悉的家门口。医生还说你越来越虚弱，大概率是醒不过来了。我就知道我闺女不会就这么離開的。我闺女是最聰明、最勇敢的人啊！我這是怎麼了？為什麼會在醫院？還不是小區那個王大爺的孫子，叫什麼陸燕什麼的，自己想尋死就算了，還給你下了同樣的藥，想讓你和他一起死了。警察還在他家地板下搜出了一個小房間，裡面全都是你的照片和一些以你和他為原型的小說，看得我氣也氣死了。要是這孽障昨晚就死在醫院了，媽媽就算打也要把他打個半死的。原來真相竟是這樣，想到陸燕青那張臉，我心裡一陣惡心。媽媽，謝謝你，沒有你，我醒不過來。在醫院休養了一段時間後，我的身體也逐漸恢復。在這期間，陸燕青做的事被網上傳得沸沸揚揚，即使他本人已經死了，可還是免不了一場網暴。陸燕青的爺爺，我們小區的清潔工王大爺來看過我。小慈啊，小燕也是太喜歡你了，才會做出這樣的事。她現在都已經不在了，不該還不該承受這樣的網暴。你們家自私不要臉都是祖傳的嗎？聽我媽說，王大爺失去了獨孫後一病不起，以後也常居醫院了。哦，那和我有什麼關係？出院後，我繼續完成我的學業。自此之後，我變得更堅強、更勇敢，更有獨立面對困難的能力。我的人生順利幸福。